也可以用计。公子啊，多亏了你的相助，但是本王有一事不明啊。假如这个南宫放真是凌渊贼人，你就不怕招来报复吗？能为王爷分忧，本就是在下的荣幸。还希望王爷可以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帮在下实现心中所愿。公子放心，本王从来都是一言九鼎。不过云霄，此事南宫放定会重重设防，你确定要独自前去？郡主请放心，在下已经有了绝佳的人选。我跟你去扬州？是。昨夜广惠庄之事，你真当我不知道？你在南都尚且对付不了南宫放，还要去他老家自投罗网？危局之中，当以急招取胜。我有一条对策，险是险了点，但若成了，可以让那南宫放永无翻身之日，还可以保你顺利继任凌渊阁主之位。但此计若成，还需寇公子相助。说说，如何保我继任阁主之位？先查清楚南宫放在扬州乃至整个江南的产业，将所有的财路都控制在自己手中。届时若要把他们交给寇老阁主，试想一下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攻击？究竟是何良策？说来听听。眼下这局势算如你所愿，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歇着，等着。依大小姐对云香的了解，下一步她当如何呀？哼，他最擅长以败为胜，于危急中出其不意，令对手措手不及。好一个败中求胜，听着就让人畏惧三分。那我也只能按兵不动，待他出手，我再见招拆招了。我在等，怕是大小姐也在等吧。南宫先生，少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大小姐不是在等阁主大人的回信吗？你又多嘴。说实话，即便你将我的一举一动告知阁主，即便阁主他老人家又知道我与福王为盟，又能怎样呢？说，怎么，真的都追到这儿来了？不是，刚接到门主急诏，限我们即刻回门中复命。我当初给他发了多少封密报，他半个字都不回。啊，这广惠庄刚一出事儿，就着急让我回去问我罪啊！不去。走吧，叔，别使小性子了。若真去晚了，门主那更不好交代了。快快快，走了。门主急诏，我与康家先回门中，保重。让我护着你，自己又跑得不见踪影。你若死了，那丫头给我的金子，我还是不还？金兄，可愿意陪我喝2杯？你不戒酒了吗？今时不同往日。有话直说，又出了什么幺蛾子？金兄可愿意陪我赌一回命？今日倒是直接，说清楚些，怎么就赌命了？我要去一趟扬州，此行必定十分凶险。我本来是想叫康桥的，但是他跟莫爷已经离开南都了，
所以我不得已只能向你来。哎，废话甚多。既然救命，谁有我的刀快？可是如今，你已有了牵挂。你若真不想去，我不会逼你，多找几个镖师，或许可堪一用。得了呗。这样，你把你那些掖着藏着的秘密，都跟我说清楚。说不清，你这条小命就压在那些镖师身上吧。我那些秘密，那不是几杯酒就可以说得清楚的。哈，你等着，我再去拿烂炭酒来。喝好了，明日还得赶路。你这便答应了。如今你已经知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更应该清楚此番前去是何其凶险。知道你小子藏着秘密，没想到藏的这么多。你应该姓骆才是啊。是，我叫骆文家。此趟去扬州，几日能回啊？如果顺利的话，3日足矣。行，1日10两金。你不一直都是一单生意10两金？眼下刀客稀缺，我不得涨涨价钱啊！行，一言为定。都好过，你看看，大人一路辛劳，这回出行可有收获？有啊，我们一会儿啊便去见云香。云香带着他那名刀客出城去了。这，他身边的人口风很严，还被查到。我入城之后，倒是听街头巷尾的都传着广惠庄的事。是，广惠庄一夜之间便被商户挤兑一空，莫不凡已不知去向。苏家也身受牵连，根基大损。另一边呢？福王抵达南都当晚，险些遭人行刺，刺客正是先前关押在府衙大牢的凌渊女贼。那郡主和王爷如何？有没有伤到？有惊无险，安然无恙。嫌犯有伤在身，若无人相助，如何逃出府衙监牢？云香可曾去过？事发前，云香去少府院找过郡主，那时少知府正好也在。你近日探查所得，稍后再与我细说。眼下有一件10万火急之事，不可耽误。我给你7个名字，皆是已致仕的言官，你即刻去查清他们的近况。叔，你可想好如何向门主解释？哎呦，就是想出1万条对策，也蒙不过他呀。还不如见机行事，自求多福吧。老莫，月晨，月晨，你不是在徽州吗？我接了门主急召，这才匆匆赶回来。那还有其他同门被召回？我听闻越州秦11、漳州吴师之都接了急召。门中此等规格的集会，好些年没有过了。哎呦，我还以为我这犯了错，需要回炉修炼了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是吧？莫爷回来了。哟，莫爷，都来了。莫爷，不，康桥，师傅，多年未见，师傅受徒儿一拜。好，一言一行还似当年，我就怕你呀，被他教得过于油滑。嘿，你这个老怪物，那么多年不见，还学不会说人话是吧？
问你啊，门主着急召大家回来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吧？天下门人都陆续归来，一定有大事。据说此回我们可一窥门主真容。哎，上次从扬州到南都，那叫一个凶险啊！想想也挺有意思。之前想给你大卸八块的曹帮，如今竟为你所用。哎，你不会是昨夜喝多了才答应我来的吧？屁话，这都走了一半了，怎么还婆婆妈妈呀？其实你可有算过，我跟你相识至今，你帮了我那么多回，我一共给过你多少金子？你当我真的不知道啊？就开始给了我30两，往后每回连哄带骗，你一毛都没拔过。你平日里大大咧咧的，没想到全记着呢。这么不要脸的人，我见过。但是不要脸呢，又让人恨不起来。除了你，还真没有第二个。哼，金兄谬赞。不过你放心，这回的金子，我一定不会欠你的。你呀，平日里一副奸诈狡猾的嘴脸，生怕与人交心。以前我不懂你啊，但我知道，你说话狠，做事绝，但从未坑害过朋友。昨夜听了你的身世，才知道你为何这么伪装自己。你这心啊，其实还热着呢。信我，不落井看人，没错过。我也是结识了你之后，才发现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义子。哎，等，别净说那些肉麻的话。你小子，以后与我啊，敞亮些，有事说事，别拐弯抹角的坑骗我。哎，行了，我保证。怎么保证？现在就说。义结金兰如何？你是我大哥，回来请你喝酒。他就是那丫头弟弟，叫什么来着？凌渊少帮主寇元杰。我们此行需与他为盟，但你要千万小心，他也是此行最大的凶险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他动不了你。你看他这面相啊，哪一分跟他姐像？哎，你说这回来的，如果不是弟弟，而是姐姐，还用我护着你吗？懒得跟你说这些，你又不懂。哈，我以前不懂，现在可不一样。哈哈哈。哎，慢点。小心。不过找个住处，你带我们穿这些偏僻街巷，搞什么鬼？扬州城繁华之地，皆是南宫放的眼线，去不得。这里就安全吗？他在扬州的部署，我多少知晓一些。这条路绝对安全。你有自己的眼线，否则，云公子为何要带上我呀？到了。简陋了些，委屈二位了。无妨，歇脚罢了。今晚行动吗？等等吧，看清楚情况再说。那就先吃饱喝足，先养养精神。来，哟，还有酒啊？
这江北各州各城皆有我暗设的据点，各据点用途不同，唯一相同之处，便是都存了美酒。我敬2位。来。哦，对了，你只说了南宫放会从名下产业调集钱银，却未说最终会于何处。这是我要探查的第一步，你可有门路？不用了。倒也不难。待我歇口气，去联络眼线。这小子一人出去，不会捣什么鬼吧？你是要把这里的存酒都喝光啊？放心，我仔细观察过，他武功稀松平常，我就算喝成烂泥，3招之内也能拿下他。那你别忘了，凌渊之人最擅长的就是用毒。这东西真管用。凌渊的毒，他应该都能解。谈妥了，我在南宫放处安插的眼线叫做燕三，约了明日上午在这儿相见。这么顺利啊？云兄，此事若成，我真当好好谢谢你。希望你按照约定将南宫放交于我处置。那是自然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帮我阿娘监察阁中内务，我阿姐云游四方，探寻奇人秘术，都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找到对策，铲除南宫放这颗毒瘤。这一日，终是不远了。哎，对了，云兄，你说你帮了我此忙，不正好算是救我凌渊于水火之中吗？那凌渊玉银台这100年藩篱，何不就此打破？我阿姐本就对你情真意切，如此，你们便再无阻碍，可以在一起啊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过来，多喝酒，少说话。来，少主，坐。是。看来南宫放待你不薄啊。都是托少主的福，小的才能领着双份赏银呢。这是上会献报的酬劳。我听说，南宫放在筹集银两，是有此事。那银两最终调往何处啊？回少主的话，调往南都。不对吧？我怎么听说调往南都之前，得先把银两汇集在一处呢？多谢少主，小的不敢久留，这便……哎呀，果真是人心难测啊！你是真心把南宫放当主子了？
你我自小一起长大，一起习武，这份情谊都不算什么了。我听说少主的印信被阁主收去了，是又如何？那倒无妨。但其实，就算您印信在手，南宫先生的事，您怕是也无权过问了。还请少主不要为难我，咱们就此别过。此间之事，我绝不与他人提及。你走得了吗？小人告辞。你走得了吗？少主，少主！林公子，稍等片刻，待会儿便能问出究竟。少主，饶命啊！少主，我都说。这小子，这神人。郡主今日亲临苏府，又带来这些银票，苏某着实不解。二位不必拘谨，坐下说话吧。先前的事情呢，都有误会。我爹思来想去，认为还是由苏家作为四守皇上最为合适，所以命我送来这些银票，为苏家参加评选助一臂之力。郡主，我们有所耳闻。之前的2道圣旨是福王殿下请来的，我们虽身份卑微，但也不愿意被玩弄于股掌之上。想必这银子今日送来，明日必然要还回去的。郡主，刚才的话多有得罪，只不过确实不解殿下真意。之前确实苏某是不敢收啊。没想到你们2位竟有几分血气，难怪公子香愿意出手相助。实不相瞒，先前的圣旨却是由我爹请来的。他本想在南都商界施展一番，没想到所托非人，不得不另作筹划。郡主刚说此事与云兄有关。没错，公子香正在帮我爹解决一桩麻烦。他要的回报，便是让我爹帮助苏家渡过此关。你们仔细筹办皇商评选即可，若有困难便与我说。不过一定要记住，此事不可对外声张。敢问郡主，云兄与福王殿下做的是什么交易？是否有危险？此事你还是少知道为妙。明珠郡主不过去了趟苏家，哼，大小姐何须如此紧张？你是真看不出，还是在与我装傻？此前郡主跟苏家有联系吗？他此番前去，必是受福王之托。福王先前先是请旨打压苏家，现又主动扶植，你就不担心你是他的弃子了吗？这倒令我真想起一件事儿来。此前福王令我调动资金，均只问结果不问过程，而此次却以低调行事为由，限我只可动用账上各种符钱。若他的本意并非低调行事，而是想查清我手下到底有产业多少，
你若真丢了门中产业，要为难你的，绝对不止福王。你何时传的令？前日。这会儿，只怕那些银钱已经都汇集到一处了。南宫放，我早就提醒过你。那又是谁利用碧月屋将官兵引到我这儿的？眼下就只有一个法子。请大小姐拿上我的令牌，立即亲赴扬州，将此次涉及银钱调动的一切账目一并销毁。扬州城西金凤街打通好。先生，您名下产业一旦被查探清楚，只怕……正想着方法将他如何支走，大局已定。南都不宜久留，趁着夜叉不在，你我赶紧收拾细软，撤。这天都快亮了，换班的怎么还不来啊？谁知道啊！自从这个燕三过来做了护院，规矩是越来越乱。哎呀，别提了，他今天又不知道去哪儿逍遥快活了。等南宫先生回来，咱俩得好好告他一状。对，好好告他一状。你一点不会悟空。那账本上几十家商户的名字，你可全记住了？你别与我说话，你也知道几十个名字，我万一忘了怎么办呢？走。金兄，帮我拿纸笔。金大侠，纸笔在柜中，速速取来。快去叫人呐！哦。你确定没记错？自然。好。好啊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定让南宫放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也希望你可以记住你的承诺。要我遵守承诺，那你呢？什么意思？你真当我很好骗吗？南宫放筹集银两之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段时日，你与伪朝的王爷郡主，还有什么江南神捕过从甚密，多半是他们给你的消息吧？你再跑来利用我带路，拿到这份名录。名录只此一份，
如今已在你手。还有一份，在你脑子里。金兄，不必伤他性命，打晕即可。金兄，金十两撸起袖子，给他看看。石青散，唐教那本药典真是妙极，只是所需药材太过珍惜，来不及为你也准备一份。原本为保万无一失，我故意令金十两沿途留下痕迹，好让南宫放的人找到这里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你压根儿不会武功，看来是多此一举了。金十两，杀了他，然后自刎。是，主人。还是着了他的道儿，这毒好生诡异，能听能看，但身体不受控制。还好你机灵。金兄，你不是说地元丹能解百毒吗？我这五脏六腑像着了火一样。应该是解不了噬心散的毒，只能帮你稳定心神。能顶多久？不知道。唐啸那种浑人，他不会给的是毒药吧？黄连、芝柏、牛蒡子。老杨草。不对，天湖中毒数日，毒性没法都成我这样。你先别说话，我记得解药配方，这就带你去抓药。来的真他娘的快！我去抓药，你切记莫要恋战。走。大夫，麻烦你快一点。这几味药都有剧毒，需要熬1个时辰。杀了他，然后自刎。杀了他，然后自刎。杀了他。
杀了他，然后自焚。杀了他，然后自焚。杀了他，然后自焚。金兄，你怎么样？这样了，不行，我快撑不住了。药已经抓好了，你再忍耐一下。来。曹帮的兄弟在前面码头等我们，你不要动内力，不然这会加速毒素的蔓延。用不用内力？别让他们看死我！你省省力气吧。金兄，停住！杀了他！金兄，金兄，稳住心神。快走！快走！叶书生下了命令，杀了你我就得自刎，你活着我才能活。快走！走啊！秦十两，杀了他！李公子来了，走，快！李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金兄，谁靠近我？我的路走绝了，你的还没有，快逃！我们一起走。你这么轻蔑，应该知道死一个比都死了好。我要托付什么，你也应该知道。金兄，滚！李公子。秦十两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这究竟是中了什么毒啊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
你先别走，我再做个手环给你。大哥，不用了，你上回给我做的还留着呢。听大哥的话，武功再高也要小心点才行啊。你们都要好好的活着。金大哥，那我等你回来。带路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禀报大小姐，从痕迹来看，夜闯大同号的人共有3人，应是燕三这叛徒从内部做的策应，妄图盗取账本。燕三，您认识此人？你接着说。啊，我等赶到时，燕三已经被杀死，我等便即刻追杀过去，未曾想到那刀客身手了得，前后约有20余人死于他的刀下。可曾验过，账本确实未曾调包？我等已仔细查验，现已全部销毁。上船逃走那人有何特征？30左右，书生模样，未曾见他出手，应该不会武功。此人可曾受伤？这倒没有，不过他颇有些逃命的本事。敢问大小姐要去何方？我去哪里，还需向你禀报？啊，并非此意，只是眼下发生了这番变故，大小姐为何不留在扬州，为我等主持大局呢？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南宫放的？南宫先生前几日来信说，若大小姐来了扬州，不妨多留几日。昨夜那名刀客名为金彪，号称扬州第1快刀，一单生意10两金，因此得名金10两。我一直未曾有机会与他分个高下，听闻他一人斩杀你们20有余，不知换成是我，能杀多少？
到了码头之后，看见遍地都是血，连尸体全都被清理掉了。我们只在江岸寻到了这个道桥。云东家，丢了样东西，你最心爱的刀。虽然我只找到道鞘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去哪儿可以还给你。你还丢了样东西，丢了自己的小命。我不知道该拿什么还给你。你还说过我心肠温热，我自己清楚，我心中只有一个利字。我贪生怕死，我完全不知你为何物。
在上。魏云祥，愿和你敬兄、敬表、敬师良，在今日此时，一结金兰，从此生死相托，祸福相依，结为异姓兄弟。说了你多少次，还是这么婆婆妈妈。你我早如兄弟一般，何须这些过场？来。不用敲了，院内无人。冯王昨日上午便已离开南都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没有将名册交给他呢。你和柳大人来南都，究竟是为了查谁？柳大人要见你图我查的事儿有结果了。有劳柳大人。这段时间我也查到一些，当年浙东购地案的幕后之人，便是南宫放。许是南宫放所为，可冤有头债有主。按照我追查的线索，此人背后才是你真正的仇人。方明儒，督察院台监，返回老家途中遭盗匪杀害，全家无一幸免。钟景山，督察院台监，因勾结乱党获罪，一灭三族。范之属，督察院台监，因私结党羽、贪赃枉法获罪，一灭三族。全是督察院的言官。李波，去除中间那几个，你只需知道，我一共查到了8人，他们皆遭了灭门的惨案。继续。骆思忠，督察院台监，天庆26年之事，返回老家浙东骆家庄。同年秋，因骆家庄村民勾结海寇，祸乱海防，由南都镇抚司衙门出兵剿灭。经查，证据确凿，封党结案。骆思忠，算起来应是你的族叔祖。可还记得，那些台谏官皆遭了灭门惨案。我想找到他们的共通之处，结果发现这一切可追溯至天庆21年。大人，您当真要与他说这些吗？我想柳大人接下来要与我谈的，便是第3桩交易了吧？既猜到此处，那不妨再猜猜，这第3桩交易是什么？你们此番来到南都，并不是查水鬼劫阴案那么简单。何以简单？启构。
哎，哼，以父王的实力，想要对付一个南宫放，可以有很多手段。为什么偏偏选择我？是我自己太过于复仇心切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父王为何不找柳大人？毕竟你是他养了10年的门客。放肆！如此看来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忌惮你们。而你们此行南都真正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查父王。好你个公子香啊！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何要查他？能惊动你们内卫出手的，只可能是社稷大事。那如何才算社稷大事？谋逆。这2个字决定了多少人的生死，从你口中说出，却如此风轻云淡。按照惯例，亲王不得执政，福王却是少有例外。想当年，福王励精图治，亲力推行改革之道，也一度曾受到圣上重用。只可惜过犹不及，福王拟定的新政太过激进，在朝中树敌太多。天庆21年，督察院8位台谏牵头，联合百官联名上奏，细数福王过错，才有了后来的封地扬州，再也不愿朝他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为何当初柳大人跟我说，这第3桩交易会让我生死混命。眼下兵权早已在福王的手中。不仅扬州、南都半数官员都与他勾结，他已掌握了江南、江北2座奸城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朝廷自然不能容他作乱，可一旦刀兵一起，战火连连，受苦最多的还是百姓人家。所以你要与我联手，是为了想借助云台之力？我只想尽力多些作为，将动乱扼杀于萌芽之中。你们云台不也是以护卫苍生为己任吗？要与云台为盟，那不知柳大人对于福王了解有几分？至多5分，至多1分。如此才好。淑敏选择与你盟洽是明智之举，还请云公子知无不言。南宫放名下产业少说有近100处，要想一夜之间办完，2000人只怕太少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诸位叔伯不必拘礼，今日为何聚得如此齐整？大小姐来的正是时候，赶上了天大的好事。咱们受制于南宫放这么多年，总算有出头之日了。是元杰带回了南宫放的产业名册。大小姐，你是如何知晓的？无论阁主下了什么命令，还请诸位叔伯稍等我片刻，待我前去商议，再听令不迟。谢过诸位。事急则缓，道理不假。可元杰拿到名册，却是我们铲除南宫放的良机，为何还要再等？怕是没什么新奇说法。姐，抛下你那些私心，说说我这回究竟做得如何？阿娘，女儿无能，虽时刻跟随南宫放，却未能窥得他的私心，只觉得他近日言行太过反常，必定藏了祸心。若我们顺势而为，恐怕会落入他的圈套。阿娘有所不知，孩儿为保这份名册不落入他人之手，不得已杀了金师两和云香。此2人，一个是阿姐的好友，一个是阿姐的挚爱。想必阿姐此时是心痛不已，索性坏我大计。愚蠢之极！你说你谋事周全，
你确定他们2人都死了吗？自然，我用噬心散从未失手。可我去码头收尸，并未寻得云香踪影。后来听说他已坐船逃回了南都。阿娘，云香素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想必对那账簿也记得分明。凌渊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还请阿娘谨慎定夺。若云香还活着，那便更快动手。原本我还犹豫，究竟是直接抢夺南宫放资产，还是在阁中培养商道之才，渐次接收他名下产业。阿娘，欲成大事，不可思前顾后。云台已得悉南宫放产业明细，断不会无所作为。迟则生变，以如今局势来说，就看谁动手更快。娘，孩儿愿亲赴南都，杀了云香，再收了南宫放名下产业，为我阁中永绝后患。你根本不是云香的对手。好了，阿娘，此番已有10几位舵主和他们麾下精锐，不必让元杰冒险了。阿娘，我好，别说了，你不能去。厂长多少分？关键厂长，要不要钱？厂长，公子可需要退暑热的方子？眼下还未到消暑。君儿多难，妻儿不愧。留一副药，公子心里踏实些。要我即刻返回总坛。门主之命既已传达，我就先行一步了。哎，前辈，前几日门主才击召莫爷回去，如今又有郎宁亲自跑一趟，是不是上次把我给遗漏了？门主上回只命我召回莫不凡和康桥，并未提及云公子。那为何单单多留我几日啊？门主之命岂是你我可以揣度的？云香，即便你是门主最得意的亲传弟子，也不可恃宠而骄，坏了门规。云兄，你找我们？往日云兄最烦这帮赌客，怎么今日看得那么入神？云东讲，他不是在看热闹。我只是突然想起来，好几次我都是站在这里，看着金兄跟他在吵架斗嘴。那时的苏公子还在苦苦追求梦兰姑娘。一时的热闹喧哗令我不堪其忧，可不知从何时，我竟开始贪恋起这烟火气。我曾以为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，可是到头来，偌大的南都城，只有这吵吵闹闹的连生坊能让我觉得还有一丝活气。眼前虽热闹依旧，却已是物是人非，支离破碎。云兄，
至少我跟孟兰还在。随我来。云兄，你这是要走吗？还记得当日我们一同拍下连胜坊，可是悉心打理的一直都是你们。今日我就把这份资产转给你，免得我心中有愧。你去哪儿？还回来吗？唐家老号，我也有30%的地产，也一同转给你。有了这2份资产，按金兄的话说，够积善堂开销100余年了。云东家，金大哥曾经与我说过，想要你亲自教育积善堂的那些孩子。我哪还有脸面对天湖跟那群孩子？日后积善堂就托付给2位了，你们比我靠得住。接下来我还有一些话，我希望你们2位可以牢记在心。我处心积虑接触你们苏家，是因为我初入南都城市，毫无依靠，所以我只能装出一副友善的模样。但是转过头去，我便火烧御风仓，诱使曹邦与你们苏家一决生死。待到你们醒悟过来之时，已经为时已晚，只能被迫与我联手。之后的所有交易，皆是我以利相诱，以害相逼。我与你们苏家人，既非师徒，更非朋友。过往种种，皆是利益。事实不是这样。事实不是这样的。所有的祸端，皆是因我而起。可眼下，我最可亲近的人，也只剩下你们了。只有和你们彻底的明晰界限，或许才可以护你们周全。但你们要记住，日后若有人要为难你们，一定要把我刚才那番话说给他听。2位，就此留步吧。云东家，你的那间房一直给你留着，常回来。明玉，你几番历练，成熟了不少，但却未见你有一丝世故。可掌柜至刚至柔，亦是奇女子。金兄成天把钱挂在嘴边，却将大义藏在心里。我曾自诩看透世间一切，以为熙熙攘攘皆是利益。谢谢你们，是你们让我明白了，这世间最珍贵的，莫过于情义2字。之前种种，云香抱愧已久。云兄，不必如此。保重。云兄，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？
世事莫测，我希望我们再重逢之时，纷争已止，天下太平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到时天下还未太平，你我并肩携手，一起应对就是。二位前辈别来无恙啊！听说云公子功成归来，敬贺敬贺呀！云某不才，不知何功之有。错，我看他分明就是来谢罪的。云某到底有何罪？前辈您但说无妨。云某下山短短数月，这门中似是发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。非也，山中岁月，10年如一。然也，10年如一，瞬息可变。我这才刚离开几天啊，怎么发生那么多的变故？你这谋事周密，怎么也似我这般冲动啊？我还记得文老下山的时候，我跟他就是在这里作别的。他当时跟我说，若我执意复仇，必会给自己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。后来我连番涉险，每次都能平安度过，便让我们都掉以轻心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是南宫放。他故意让我们掉以轻心，大闹南都城。慢慢我们才开始有了骄纵之心。好手段呐！他这死里求生，败中求胜，那么阴厉的手法，像不像你小子？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我也，你来门中这几日，可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？我正要跟你说此事呢。如今门中安插在各州府的头面人物全部都被召回，如此兴师动众，难道只是为了公布门主的身份？重要的是公布身份以后，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我问过几个相熟的师兄弟了，他们亦是觉得门主此番部署十分怪异。如此，莫也可有想过，门主究竟是何人？阁主，阁主，2000多精锐，全军覆没。全军覆没。
云台密信。云台，您真是算无一策。不知寇家听闻此消息会是何等惊愕之态？此事若换作我，并不会断出此次寇元杰迁回南都是为与云香联手。您利用这层关系，让他们对道丈布一事深信不疑，由此，寇岩才会将身边精锐尽数派出，再被我扬州守军用火器围剿。我分明告诉过你，不要为难云香。你的人呢？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。您请息怒，定是传令时出了纰漏，我这就回去查办。但愿是出了纰漏。现在布局已定，下一步该怎么做，不用我再说了吧？是。明珠啊，进来吧。来，坐。刚才的话听到了多少？爹，您是不是早就知道南宫放是林渊的人？不仅是知道，他加入林渊，正是我授意的。明珠啊，这些年爹爹瞒了你许多事情，但是从现在起，我会慢慢跟你说清楚的。爹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来，过来。坐。哦。觉得怎么样？倘若真有那么一天，爹爹要举事，你他如何？明珠啊，你也知道，这些年爹爹被召到北都多少回，陛下的心思我焉能不知？可是一直没有对你说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忍。陛下近来身体欠安，太子年幼，爹爹眼下已然成了朝廷最大的隐患。爹爹现在是朝廷的众矢之的，在劫难逃了。爹，我已经没有了阿娘，我不能再没有爹爹你了。正是因为爹爹答应过你娘，一定要护着你平安长大，这才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如今只有爹爹收了这疆土，成为一国之主，你才能继续安安稳稳、无忧无惧的生活。爹，你这哪是为了我？咱们可以丢了这些福民，隐居山海，粗茶淡饭的日子咱们也能过。我只想让爹爹你好好活着。明珠，只有赢了才能活呀。眼下我们就是逃到天南海北，也是徒劳的。只有起事，尚有一条活路。如果按部就班，等太子登基，朝廷未绝后患，绝不会允许爹爹留有一丝血脉的。爹爹可以为此舍弃生命，可是又如何舍得下你呀？难道咱们
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身在皇族，身不由己啊。今天你还可以痛痛快快的流泪，可是以后就需要坚强了。